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故事金刚分享时间。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狮擎天柱啊，当然不是这一位啊，是这一位白狮擎天柱，不像站着人形的这一位这么的光正伟岸、扶大厦之将倾的这一位传奇领袖啊，那他的这个身份呢，可能就比较尴尬了。对他的评价呢，可能非常的两极分化，甚至有偏向负面的这种情况啊。那在介绍玩具之前，我们还是来看一下他的故事吧。来自奇异宇宙的白狮擎天柱，他的故事。白狮擎天柱原本是旧秩序的守护者，他曾效力于建造者们，那些在大战中幸存下来、腐朽又自私的汽车人与霸天虎。他使用着唯我权杖，象征着他秩序守护者的身份。这根权杖能够生成一种特殊的立场，使持有者自身无法被任何的记录设备捕捉到影像，并且在持有者的意愿下，可以令附近的任何赛博坦人失去行动能力，来确保竞技场上的角斗赛由被奴役的巨无霸与原始兽相互厮杀，并且能够按照他导师喷射的计划永无止境地进行下去，以此来让建造者们把权力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统治着年轻一代的赛博坦人。这一时期的白狮擎天柱虽说内心也有些不满，但总体的表现称得上是忠心耿耿。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遇见了黑寡妇，这次邂逅让他彻底看清了赛博坦可悲可笑的种姓制度以及残酷的现实。任何巨无霸或者原始兽都只不过是建造者们手中跳舞的奴隶而已，随时随地仅仅是借着一丁点的违规行为就能征召他们去送死，或者是被剥削生存的能量。擎天柱在一次与腐败的机械治安部队官员产生正面冲突之后，以此为契机加入了黑寡妇所领导的反抗军，发誓一定要彻底推翻建造者们的统治，创造一个统一的没有不平等与不满的全新的赛博坦。随后，白狮擎天柱亲自带领着一支反抗军小队潜入了角斗赛现场。当黑寡妇的队伍夺取了超越的广播设备时，白狮擎天柱则刺杀了超音速，让全赛博坦的目光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身上。他在公开演讲中揭露了建造者的腐朽，宣称他们不配继续统治赛博坦，并号召全赛博坦人为自由而战。至此，第4次赛博坦大战大起义拉开了序幕。此时，白狮擎天柱的身份也在此发生了变化，从旧秩序的守护者转变为了抵抗军的最高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反抗军开始对建造者们所控制的区域发动攻击，其中一个目标是巨大的建造者巨无霸福特。这位泰坦巨人的身躯，同时也是关押高价值反叛者的监狱。然而，第一次突袭却失败了，因为巨无霸福特使用心灵感应的能力，巧妙地操控了整支小队，使他们自相残杀。第二次突袭也同样以失败告终，尽管队员们已经知晓了巨无霸福特的能力，但反而被他更轻易地挑起猜忌，最终走向互相毁灭的道路。但改变就发生在第3次行动，白狮批准了一项残忍的计划，对大部分的队员不公开巨无霸的心灵感应能力，只有关键成员才知道内幕，特意招募了前角斗赛冠军一刀，但不告诉他真相，使他被蒙在鼓里。他的心理特征正好是巨无霸福特操控的理想目标。行动中，他与队伍走散，被巨无霸福特的真正主脑智能给锁定。一刀一旦试图背叛，电子杀就会启动装置，当场将其杀死。最终以一刀的死亡暂时使智能宕机，随后击杀了盖伦、帕拉马斯，并且俘虏了格兰。这3位分别是G1中福特的小头、巨无霸勇者的小头、巨无霸格兰的小头。除了塞尔凯特外，白狮擎天柱以及高层都认为这是为了大义所做出的必要的牺牲。随着战争逐渐升级，
白狮也获得了全新的形态，并将唯我权杖铸造成一把宝剑。白狮擎天柱还制定了一项特殊的作战计划，称之为截肢行动。具体的作战内容就是给一位士兵的身体上埋入一枚炸弹，必要时刻由他自己亲自远程引爆。再到后来，赛博坦上又出现了神秘的武装兽团伙，通过消除星球上每个人的火种、自由意志以及生命，彻底清除赛博坦的冲突。他们所带来的纳米病毒将会使受害者感染成丧失意志的无人机。白狮擎天柱尝试以截肢行动对抗，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最终他下令全力进攻铁堡。在铁堡外围，白狮擎天柱见到了武装兽背后的操纵者，他的黑暗复制体精魄师。这位武装兽的首领满心欢喜地迎接他的兄弟，并夸耀自己完成了连建造者和反抗军都做不到的事情，创造了一个真正统一、没有不平等的赛博坦。然而，当黑寡妇与白狮擎天柱都拒绝接受他疯狂扭曲的意念时，惊破天立马翻脸，声称自己才是代表了抵抗军的真正目标，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赢得胜利。这时，白狮擎天柱似乎心意突变，将黑寡妇主动献祭出来，接受同化。可能在白狮擎天柱的心中也存在着一丝丝的迷茫，自己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为了那虚无缥缈的大义呢？自己的朋友与战友都在战争中死去了，到头来自己还剩下了什么呢？不过在最后时刻，白狮擎天柱并没有迷茫，他假装认同精魄师的理论，并将自己的火种频率调整到与他一致。在精魄师试图感染黑寡妇时，大吼一声扑向逼近的坦克无人机，让武装兽病毒进入自己体内，让自己中毒。尽管精魄师试图将他的兄弟从无人机身上拉开，但两人相同的火种模式也让病毒迅速地传入他的身体里，这也使精魄师变成了一台没有意志的无人机，从而彻底杀死了这个疯狂的家伙。而黑寡妇则注入网络病毒，试图阻止武装兽的病毒继续入侵白狮的身体。幸运的是，虽然白狮擎天柱昏迷了数个周期，但最终还是平安无事。他醒来后立刻要求召集各个派系召开峰会，趁机促成和平。在多轮政治博弈后，成立了赛博坦议会，从制度上避免任何派系独大。第一项决议就是宣布战争结束，并将这一天定为统一日。白狮擎天柱则认为自己的存在过于富有争议性，选择了悄然离开赛博坦。10年后，他在危机中曾短暂现身，也参与了第二次武装兽危机。10000年后，他的历史被记为选择离开，而不是成为暴君的领袖。但对他的评价依旧十分的两极分化。有人认为他拯救了赛博坦，有人视他为带来死亡的战争狂热分子。至于白狮擎天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领袖，就由屏幕前的各位观众自己来判断吧。那不知道大家看完白狮擎天柱他的故事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可以写在评论区或者直接打在弹幕里都是可以的，多多互相交流嘛。那也提到过，他在战争中是换过一次形象的，就是我们这个 LG 的这个白狮啊，这个给它弄掉了，给它装上去就行。哎，它是升级过一次的啊，升级成这个样子了。这个 LG 的白狮，说实话也是一个挺不错的模具啊。那么有机会的时候再介绍吧。那今天还是以看它为主啊，这个就先请到一边吧。相信大家也看得出来呢，这个模具就是30周年奥利安派克斯的一个模具了。那我们先把它的这些武器搭载给拆下来以后，再看它的这个造型吧。这个就是它的唯我权杖，其实是一把斧头的造型了。另外一边呢，就是G1擎天柱大枪的一种变种嘛，还是能有点这个轮廓是能看出来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武器。先给它们放到一边。那这个载具呢，其实跟漫画里的造型是差的比较多的，它主要是要迁就杯子的重涂。不过呢，非常戏剧化的是，这个模具最后倒是没涂成杯子啊。但是最后呢，这个杯子的重涂倒是没有发售啊，但是它却重涂成了精魄师、镜像的星皇，还有
白石擎天柱啦。但是杯子这个小皮卡的造型它是有一定的延续啊，可以看到后面是有一个凹下去的曲线啊，这么一个造型。对于奥利安的影响可能比较大吧，但对于白石擎天柱，特别是奇异白石这么一个纯原创的一个角色啦，我是觉得挺无所谓的。特别是它这些东西啊，都涂成了类似于狮子鬃毛一样的感觉，还是挺有想法的一个重涂的。正面呢也有一些比较像狮子头的一些涂装的处理啊，能看到像是2个眼睛、黑鼻头啊，这还有一个血盆大口，甚至这个车灯都点得像个胡须一样啊，还是比较卡通、比较可爱的一个小车的形象吧。那其他方面呢，也都是有一些这个漆面的点缀啊，这个叫什么颜色啊？我也说不上来什么颜色，像是一种香槟金嘛，也不太像啊，可能要更加的深沉一点的这种金色吧。轮胎上面也有上漆啊，都是铆钉轮啦，挺不错的，滚动性是没有问题的。红色的透明件也非常的漂亮，这里还有巨无霸的标志，能看到啊，刻画的还是挺不错的。这个重涂的漆面是给的比较足，算是比较上乘的重涂了。那接下来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变形好了。那这一款的变形是比较的有趣啊，比较的有创意。首先呢，我们把前面这一块给它打开。打开以后，向外面啊2边给它分开啊，分开以后呢，直接顺着就下来就行。这边也是同样的操作，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地方，后面给它打开啊，这里是有一个卡扣去插在这里面，给它解锁开来。然后把这个旋转过来啊，这个是正面，2腿分开。然后呢，趁机把这个脚底板在这里给它翻过来，翻过来以后往这边转啊，转过来以后。再把这一个片片给覆盖到它的小腿上，给它扣过来，变成一种造型啊。顺便这个就变成膝盖了。这一步的包裹感、设计感真的很强，非常喜欢这一步变形，特别的有创意啊。然后包的都是严严实实的，给人的感觉还是不错的。这边是同样的操作，给它变出来，这样就 OK 了。至于这半部分呢，上半部分啊，这个地方有非常多的关节啊，能看到吗？这里有非常多的关节。我们就给它往前面啊，这个关节把它凹在这里面，凹在这个里面去，这样子，然后把这个后视镜一样的这个小耳朵这里啊，给它扣上，进行一个锁定。另外一边是同样的操作啊，给它往前。其实这个地方你也不用特意的去找卡扣啊，它都是你推到位置啊，前面就能自己扣上了，都是这种水到渠成的样子了。然后我们把它的身体中间有一节拉高啊，猫都能拉高啊。然后呢，把这个轮胎往后去掰，去穿过它的身体啊，穿过身体之后，身体啊上半部分跟腰部进行一个扣合，但扣的时候要先注意啊，要先把这个脑袋从这里抠出来，给它顶出来，顶到听到声音咔的一声啊，这个就锁定住了。这个时候往下落啊，给它扣下来，这个地方可能需要一点使劲一点，给它扣上去，这里就严丝合缝的进行一个锁定了。最后呢，把这个手给它翻出来，两边都是一样的，这边也是啊，给它翻出来。我们的奇宇宙的白色擎天柱就已经变形完成了。那我们直接请出我们最新的经典线的这个白石拿出来对比一下，可以看到身上的一些色块呢，都是有对应到的，这个脚尖啦，还有这个膝盖上的这个红色啦，裤衩的颜色。还有这个巨无霸标志的位置啦，包括它这个是非常抽象色块表现的这个狮子头啊，还有这个爪子呢，它这有一个东西啊，在这里，是比较抽象的对应到了。那这个配色呢，相比之下，可能它的蓝色要稍微淡一点点，它的要深沉非常多，但是大概的色块呢是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留跟致敬了。至于这个东西啊，这就是擎天柱的一些细节了，这个跟白狮就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了。那好的，还是把这位请到一边吧。那这个模具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优秀的一个地级啦，它的各个方面呢是看不到一些大的空洞了，包得非常严实。你要找毛病的话，可能就这里有一点空吧。它是比较饱满的一个形象啦。至于这个头雕呢，是一个手托头啊，这个好不好看我就不评价了。说实话，比起原本英俊的这个头雕来说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的偏丑了。感觉这个细细的眼睛看起来更加的凶恶一点啊，不过结合到他这个小说中的形象来看呢，确实这种头雕可能更加符合他的个性吧，并不是那么一个友好的家伙吧，只能去这么评价他了啊。
那至于它的可动方面呢，也说了是非常优秀的，它脚底板是有接地的，这个接地的幅度是非常大，怎么接都行。然后呢，踢腿没有问题，后踢呢也是可以的，屈膝呢有稍微的阻挡啊，但是这个阻挡呢，它是有一个造型在这里面，就是这一块凸起的，你可以通过一些蛮力让它继续去往后踢。但我觉得就如果会损伤玩具的话，就没必要吧。我们就这个幅度呢，确实有点小，也勉强够用吧。再往后踢也可以做到，但是对于玩具呢是一种损害，还是推荐大家不要这么做了呀。至于手臂呢，可动幅度也是非常 OK 的，大风车没什么问题。平台、曲肘、手腕也是可以单独转动啊，还可以有一个内拐的关节，因为变形的原因呢，在当时来看，这个可动是很能打的啦。腰转呢也是自然有的，这个有一节腰转也是因为变形的原因。你甚至你喜欢的话，你可以让它手往里面拐啊，都是可以做到的。通过它这个非常多的这个连杆的这个关节啊，都是可以做到的。哎，这个可动在当时来看真的是挺不错的，在现在这些地级比起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的亮眼啦。那它的头雕呢，也是可以去单独进行一些转动啊。不过这个头雕毕竟是个打印头，可能没有原版奥利安的头啊去转的那么顺畅，总感觉这个下巴是要顶着下面这个板块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啦。背面来看呢，收纳的也是非常干净啊，除了这两个轮子以外，看不到任何的背包。总而言之呢，确实是一个比较精致的小家伙了，也非常的好玩。非要找一点缺点的话，就是它实在是有点太小了。如果它的分件量，我觉得是能够支撑它作为一个更大的级别啊。作为地级来说，确实有一些屈才了。那我们也把它的武器给它装上吧，一把枪啊，一把斧头给它装上去。哎，这就是它全副武装的样子了。哎，还是比较霸气的啊。各面来看一下，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作为一个领袖啊，七军领袖时期的这个白石青天柱的样子啊，也是一个不成熟的领袖，所以也是他用了奥利安这么一个模具的原因吧。那最后呢，再拿出他人生的两个阶段的形象来做一个对比啊，一个是想要屠龙的勇者，另外一个是已经屠杀完恶龙的勇士啊，真是让人非常感慨。屠龙的少年最后并没有成为恶龙，而是成为勇者，激流勇退了。哎，可能就是这一点让这个角色非常的有趣啊，它非常的立体，非常的复杂，非常的现实。那好了，这就是这次视频带来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觉得一下如何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多多订阅3连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了，我是巴斯特，我们再见吧，拜拜。